太监为什么也要三妻四妾呢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所谓太监就是被阉割过的男人，他们没有胡须和喉结，声音尖细。从完整意义上来看，太监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男人，又由于他们与真正意义上的女人也相差甚远，所以也不能把他们称为女人。太监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存在。太监既然不是男人，可令人奇怪的是，历史上的太监们三妻四妾的竟然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事情了。比如在搜索引擎，您只要输入太监结婚这几个关键字，就会出现很多种事件。百度百科当中就提到，在汉朝时期，太监成亲就已经出现了，大家把太监成亲这种事情称为对食。到了唐朝时期，著名的大宦官高力士就曾娶当时刀笔利缕严务的女儿为妻。而在晚清时期，小德张在还没有进宫之前，就已经有过一任妻子，后来妻子去世，他又纳过2个妾，但都因为不能忍受小德张的虐待，而先后自尽。最后小德张出宫，在天津一个妓院重金赎出了一名妓女，这是他的最后一任老婆。从生物课本上我们可以知道，娶妻纳妾这种事是人的正常生理本能，但是太监失去了正常生理器官，为什么还对娶媳妇这件事这么热衷呢？查询古籍我们可以分析一下，太监其实是有一定的生理需求的，这很有可能是净身的手术不太干净，虽然挨的一刀不能产生雄性激素来维持男性特征，但是他们的性欲仍然在。娶妻纳妾也是一种生理本能的正常需求。洪迈所著的《夷坚志》卷8记载，太监的手术是用器具拨开阴囊，取出睾丸，用这一方法阉割。虽然不需要完全的割除生殖器官，但同样可以达到目的。另外，古代还有所谓的绳系法与揉捏法。绳系法指的是在男孩子小的时候，用一根麻绳从男性生殖器的根部系死，阻止其发育；而揉捏法则是在男孩子小的时候，有懂得相关手法的人每天轻轻地揉捏睾丸，等男孩慢慢适应之后，再加大手劲，一直到将睾丸捏碎。不管是这2种方法的哪一个，等到他们发育成年，尽管没有男性特征，但是他们对异性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依然存在。那么第2点我要说的就是太监三妻四妾的心理需求。身体上的残疾使他们的心理逐渐变得扭曲，从内心深处，他们也非常渴望做一个真正的男人。身体上的缺陷一定要用另一种形式去弥补，所以呢，他们通过娶妻来向外人证明自己其实是一个男人。另外，娶妻纳妾的太监一般都是有一定权势的，而那些地位比较低的太监则没有这种行为，这也是劝示自己权势的一个重要的手段。三妻四妾那可是有钱人家才干的事，没钱的光棍在古代比比皆是，所以太监娶妻也是一种炫耀，来炫耀自己的权势，得到别人的尊重。太监的内心深处是极度自卑的，他们非常渴望社会的认同和尊重，所以他们娶妻纳妾是为了证明自己，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尊重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